别废话，只要你说出宝藏的下落。林浩再度嗤笑，以为我蠢啊？说了我就死是不是？我可以保证，只要你说了地方，我就把你送回之前的船上，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而且我还可以把游乐园和鱼排还给你。说着，又示意两人上前。看到自己将要挨揍，林浩叹了口气，算了，眼前亏我就不吃了。你们方向错了，往东开。往东。新井直人命令了舵手，又扭头看向林浩。然后呢？往东有一个岛，非常的陡，得借助工具才能上去。我把宝藏全部埋在上面了。需要多长时间？1个多小时，并不是很远。但愿你说的是真的。新井直人令剩下的3人好好看着他，自己则转身回了舵室，应该是研究 GPS 去了。行驶了大概40分钟，林浩的目光不时看向海面，然后他就突然笑了起来。还行，胡子的速度也不慢了。看到了远处的动静，他就在近处寻找，终于又看到一个小可爱浮出水面，不大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。哎呦，肚子疼要拉屎！林浩突然大叫一声，然而站在他边上的3人根本无动于衷。他站起身，夹紧双腿在甲板上跳了跳，然后猛地前冲，直接窜入了大海。甲板上的3人愣了愣，其中1人掏出腰间的枪，就要对着海面射击。新井直人听到声音，也第一时间跑了过来，边跑边喊：“不要开枪，我要活的！”指着水面。他双手被绑，根本没法游动，快点下去把人给我捞上来。除了持枪的那个，另2人毫不犹豫地便跳下了水。结果刚潜水5、6米的深度，眼前的一幕就让他们手足无措起来。只见无数道游曳极快的身影围着他们周围打起转了，下一刻就觉得背部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挠了一下。就在2人受惊打算往上浮时，就见数道身影附着在自己的身上，顶上的开始将他们往深水按，而底下更有拖动双腿将他们往底下拉，这让2人越发的恐慌，奋起余力刚往上游一点，结果更大的拉扯力又把他们给拉了下去。2人再也忍不住，开始疯狂地灌入海水，渐渐就没了意识。船上，新井直人一直注视着海面，2人刚下去时还很正常，没一会，这一块海突然像是煮沸的水一样，不停地翻着水花，直到1分多钟以后，水花完全消失。然而自己的2名属下一直也没浮出水面，他和旁边持枪的人面面相觑。而就在此时，远处林浩浮出了水面。林浩在上到他们船上之后，就在系统里搜索着胡子和小胖们的身影。他在船上先看到了蓄势待发的胡子，接着又看到了露出小脑袋的小胖，知道自己该跑了。跃下水面的那一刻，他就贴着船沿，防止对方向海面射击。小胖过来3下5除2的就将他绑在身后的绳子给解了，他只能冒着风险往外游。没办法，他得给胡子们腾出攻击的地方。他在船底，胡子是不敢发力冲来的，露出头呼吸了一大口。他再度下潜往远处游，一边还指挥着小胖们跟在他身后。船上新井直人明白自己的2名手下应该是凶多吉少，只是让他想不明白被绑住双手的林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此刻他也不抱啥幻想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林浩逃了。给我射！另1人举枪正要射击，就听到舵手一声呐喊：“完了，完蛋了！”听到舵手的惊恐的呐喊，2人也忘了射击，皆是四处看着。当目光转向东面时，2人的脸上瞬间写满惊恐。只见一道数米高的波浪向船的侧身打了过来。不应该啊，没风哪来的这么大浪？新井直人低声喃喃，下一刻猛地晃动，让他突然意识到危险，快要被掀入海的一刹那，抱住了旁边的栏杆。另一个持枪的人更不堪，直接被撞得甩到了海里。仅一波，船身就发生了倾斜，然后船头的部分渐渐地插入水中，而船尾则微微地翘起。新井直人紧抱着栏杆，全身都在轻微的颤抖中，此刻哪还有刚刚的半分嚣张样子。突然他的目光瞟向远方，他看到了林浩，然后他低声喃喃：“他是神，他是魔鬼，这不可能。”因为他居然发现林浩像是在自家的床上一样，手撑着脑袋，半躺在水面上。没错，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面。此刻新井直人终于意识到，不是村子是林浩的主场，而是整个大海好像都是林浩的主场。其实林浩能做到这一点，完全是因为他身下有数十个小胖顶着他呢。新井直人也看到了胡子，他们并没有发动2次攻击，就在不远处同样注视着他。不时还传来胡子间的争论声，好似在讨论船还要多久才会完全沉没。舵手受不了神经崩溃，居然想着来个痛快，便一头扎进了海里。整艘船也只剩下新井直人还苦苦地扒在那，但他也好不到哪去，因为船在慢慢的下沉。终于大半截身子入水后，他开始疯狂地呐喊起来：“林浩救我！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，救我，求你了！”林浩看着已经无力回天的新井直人，不为所动，极为平淡的喃喃一句：“现在明白叫那沙河树的是怎么没了的吧？”等到船只完全沉设，林浩招手让胡子过来，然后又挥手让小胖去善后。他不希望看到这些尸体浮上来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全部拖入礁石之中卡住，水下的鱼蟹会很快的将他们分解成一堆白骨的。至于胡子们，还是别吃这些脏心烂肺的东西了。大虎缓缓地靠了过来，林浩踩着凶器趴到了背上，在他的头上轻抚了一下：“帮我送回去，我指方向，你走。”然后又对着天上的来福挥了挥手。刚刚还真没注意到他，
胡子送他回去，可比船来时快多了。原本就驶出去不算远，也就10多分钟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船。中午到现在没吃，煮了一锅鱼汤，他正吃着，下一刻来福扑扇着翅膀，缓缓地落到了船头。怎么样？没有人浮上来吧？来福喉咙里发出几个单音节的声音。林浩微微点头。来福啊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坏？我这种人死后会下地狱吗？来福侧着头看着他，似乎是不理解这话的意思。林浩笑了笑，他到底还是一个年轻人，刚刚加上剁手5个人在他面前消失，他的内心多少是紧张的。胡子不敢靠得太近，所以就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玩闹。对于刚刚掀翻船只，那也只是他们日常所玩的捕猎游戏罢了。吃完午饭，他没有急着回去，盛了点淡水给来福喝，又从舱里挑了几只虾喂他。这是早晨送陈雪回家时从收购站拿的。打开干包，将鱼竿拿出来，他接着开始钓鱼，跟上午的鱼情差不多。这里真的是好钓位，没一会就中鱼了，是一尾足有2斤多的牛尾鱼。随着连续的上鱼，他的心终于慢慢的平静下来。一直到4点半左右，他终于等到了小胖们的身影。他扒在船边，跟路头的小胖沟通，确定首尾干净之后，他在小胖的头上轻拍了一下，道了声谢。下一刻，又有另一只小胖浮现了脑袋，把头往他手上蹭，显然也想让他拍一下，好吗？几分钟时间，他挨个在每个小胖的头上都拍了一下，就连他救过最小的那只也没放过。他开始收拾鱼竿，面上柔和的表情再度消失，看向来福。这几天辛苦一下，只要是淡水岛上出来的船，你就通知胡子和小胖，我要这些船全部回不去，记着离淡水岛远一点再动手。同样的话，他又和小胖说了一句，其中一个小胖又游到了胡子群中，传达他的命令。等他听到胡子清脆的回应，这才满意的笑了笑，启动船只，他要回家了。